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在3月15号呢，中共军方罕见公布一起战机的失事事件。在13点30分左右呢，南部战区海军所属一架战斗机在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附近训练时失事坠毁，飞行员跳伞逃生。军方呢正在进行事故的善后处置，但是呢没有公布失事战机的型号，更没有说明失事的具体的原因。那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呢，战斗机几乎是垂直的插向了地面，随即发生猛烈的爆炸，腾起了巨大的火球，场面可谓是触目惊心。那么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不是中共战机的第一次出事。在2019年的3月12号，中共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在海南省乐东县训练时失事，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2018年1月，中共空军一架飞机呢在贵州绥阳县失事，导致12名官兵死亡。2014年11月15号，一架疑似是歼10B 的战机呢在四川成都坠毁了，导致至少7人受伤。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故，实在是让人看了怀疑，中共战机是不是天生就带着坠毁的属性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共飞机为什么老是出事呢？是飞行员的技术不行，还是飞机的质量不行呢？我们不妨来仔细的分析一下。首先呢，在飞行员方面，虽然中共宣称的飞行员们技术过硬，训练有素，但事实呢，恐怕是并非如此。中共军队一向重视政治忠诚大于实际能力，许多人员的晋升靠的是党性，而不是技术。再加上军中腐败横行，靠关系上位，那可是大有人在的。真正能够驾驭现代化战机的精英飞行员，恐怕却是寥寥无几。那再来看看飞机的质量，中国一直在吹嘘自主研发的战斗机，但实际上呢，不少关键技术依然是依靠抄袭仿制。比如歼15战机被曝是从乌克兰获得的苏33原型仿制而来的。由于航母的起降技术不过关，歼15呢被飞行员们私下称为是飞行的棺材，已经摔毁了好几架了。还有歼20。看着是隐形的战机外壳，但核心发动机的性能大打折扣。美林认为呢，中共军队内部的贪腐问题才是隐藏飞机失事背后的实质的原因。军工企业层层剥削，原材料偷工减料，项目款呢层层扣留，最后能够真正落实到战斗机上的预算是少之又少，最终呢呈现的就是一堆外表光鲜、内里脆弱的次品飞机，根本就经不起任何实战的考验。中国军队还整天吹嘘要超英赶美，但是呢，从这接二连三的坠机事故来看，别说是超英赶美了，连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美国 F-35隐形战机呢，已经是量产服役了，中共的歼20还在卡着脖子挣扎。美国航母战斗群全球巡航，中共山东舰还在近海晃悠，美国的军事盟友遍布全球。中共呢，却只能拉着俄罗斯、朝鲜来凑个孤独者俱乐部。那么说到底呢，中共最擅长的从来就不是科技突破，也不是什么军事创新，而是大肆的吹嘘粉饰太平，把一堆东拼西凑的仿制品包装成自主研发的伟大成就。只是可惜了，战机失事的火球不断炸开真相，也炸碎了那些靠宣传堆砌起来的军事大梦。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这样的军队真的能保护他们吗？恐怕只会让他们成天生活在欺骗和恐惧之中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海的局势。3月13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公开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了中共是台湾的境外敌对势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次会议呢，以凝聚反吞并共识，应应中国中共统战渗透为主题。赖清德强调，为了应对中共以吞并台湾为目标的渗透与统战，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强化台湾的民主韧性与国家安全，保护台湾人民真实的自由民主与生活的方式。在赖清德的发表讲话后的24个小时之内呢，台湾国防部通报，共侦测到了12架次共机、7艘次的共舰、1艘公务船在台海周边活动。同时呢，中共发布渤海军演航行的警告，展现出了军事施压的态势。赖清德表态，正值反分裂国家法颁布20周年前夕。他提到，中共从2005年颁布该法起呢，
就将武力吞并台湾视为其任务。几十年来，这种野心呢从没有改变，不仅持续军事威胁台湾，还在台湾社会加剧统战的渗透，企图瓦解台湾的民主体系。那么针对中共的威胁呢，台湾陆委会强势回应，强调中共的恶法对台湾人民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也无法改变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事实。这样做呢，只会是激化敌意，阻碍两岸交流。陆委会还进一步指出，台湾人民早已经看穿中共的和平统一的骗局，拒绝接受一国两制，捍卫民主与自由是台湾社会的普遍共识。任何胁迫与渗透手段都无法动摇台湾人民追求自决的意志。那么与此同时呢，台湾社会还掀起大规模的罢免运动，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立委。根据中选会的最新的消息呢，目前已经有35位国民党立委和1位无党籍立委进入第二阶段罢免联署。那么这场罢免行动的背后呢，反映出台湾民众对亲共势力的强烈反感，以及对台湾未来走向的忧虑。赖清德在讲话中也有提到，中共的策略呢，是在台湾社会内部制造不和，让台湾忙于内部的纷争，忽略外部的真正的威胁。他宣布将针对5大国安与统战威胁推出17项因应策略，包括呢加强情报汇集与反制，提升网络安全防护，严查中共资金的渗透，强化教育体系中的民主防线，扩大国际合作，应对假信息等措施，并且呼吁呢台湾人民共同参与，增强对统战渗透的认识，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拒绝一切牺牲国家利益的活动，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此外呢，赖清德还特别的强调，台湾不仅要在军事与安全层面抵御中共，更要在文化、经济、科技领域建立自主的能力。他提出，未来的台湾将加速推进半导体、人工智慧、绿色能源等关键产业的发展，确保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关键的地位，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提升台湾整体的战略韧性。赖清德最后呼吁呢，台湾社会必须团结一致，不被中共的统战分化所迷惑。他鼓励台湾人民要坚定信念，守护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抵御中共的霸权扩张，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玲认为呢，这次赖清德总统的讲话呢，毫无疑问是台湾在面对中共的步步紧逼时，展现出坚定抗压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台湾自身的防卫的宣言，更是整个的亚太地区在国际战略格局下的一次关键的表态。而这次赖清德点名中共是境外的敌对势力，这在过去台湾领导人的发言中呢，是相当的罕见的，甚至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直白。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讲得这么明确强硬呢？美玲认为呢，关键是在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越来越聚焦在台海，中共扩张的野心呢也是越加的明目张胆。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前线呢，已经没有回避的空间了。那么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台湾的社会反应也是格外强烈。从大规模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行动来看呢，台湾民众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谁在为台湾利益而战，谁又在帮助中共说话扯后腿。中共长期在台湾社会渗透、挑拨分化，甚至呢扶植亲共的势力，这一点台湾人心知肚明。而现在罢免运动呢，正是台湾民意的真实的反应。民众用行动表态，不欢迎亲共代理人，不接受被统一的命运。同时呢，赖清德提出的17项因应策略也是非常务实的，不仅针对军事的威胁，还包括网络安全、教育防线、经济脱钩等全方位的布局。我尤其赞同呢，他强调发展半导体、AI、绿色能源等关键产业的方向。未来战争呢，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子弹与炮火，科技、经济、舆论都是战场。那么如果台湾能够在这些领域站稳脚跟呢，摆脱对中共市场的依赖，那就真正拥有了抵御统战、保卫民主的硬实力了。美玲认为呢，中共最擅长的那就是制造内斗、裂人心，打的就是内部瓦解、外部施压的组合拳。但是呢，只要台湾社会团结一心，不被假和平、假信息所迷惑呢，坚定守护自己的民主与自由，那么中共再多的渗透与打压
都只会成为台湾更加团结、更加强大的催化剂。正如赖清德所说，台湾人的命运，台湾人自己决定。加拿大华裔作家、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对The Epoch Times 表示，中共多年来不断的渗透、挑拨台湾社会的内部的矛盾。这场罢免运动呢，反映出的是台湾民意的走向，但是呢，也提醒运动不要拖延过久，以免让中共有机可乘，转移赖清德政府对抗中共的焦点。盛雪还说呢，赖清德的这番表述呢，与当前国际格局密切的相关，尤其是与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直接呼应到了。他又提到，美中对抗不断升级，包括美国对中共掩盖疫情追责等行动呢，都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赖清德的表态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展现出台湾对抗中共扩张野心的坚定的立场。辽自由主义学者袁宏斌也认为呢，赖清德这次讲话的背后是与美国战略部署相互呼应的表现。美国已经将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了亚太、台海地区，视中共呢为主要的敌人。那么作为美国的盟友，台湾与美国形成协同态势，共同遏制中共的武力扩张和侵台企图。赖清德以总统的身份明确定位中共为境外的敌对势力，彰显台湾维护主权、自由民主和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坚定的决心。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留言。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